啊，给你们长点见识啊！中国老百姓又不懂大学，天天说我儿子考上211，你这不懂什么双一流，你也不懂啊！大学的地位，卢局长是经济地位决定的。我们今天就不要去谈私立大学分类啊。漳州市人民政府出钱办的学校叫什么？公办私立。福建省人民政府砸钱办的叫公办省立，中央财政出钱办的学校叫什么？公办国立。在中国的大学，它是由财政支持决定它的政治关系的，谁出钱谁领导，就这个决定啊，就这个规定啊。所以中国最牛逼的大学就是中央财政出钱办的大学，我们也称皇妃级大学，就是在宫里有牌位的，可以翻牌的，可以进宫的，知道吗？你们知道头等皇妃吗？头等皇妃 C9 China 9 Top Universities， 老美都知道中国有9所顶级的大学叫 Top， 也称为 Leading University。OK， 这9所大学他妈的牛逼，受宠啊，大概半个月左右进一次宫，出来的时候妈卡车装钱，你看，知道吗？下一类2等皇妃啊，书记校长享受副部级待遇，大概2个月左右进一次宫，出来的时候面包车装钱。第3类正厅级，我操，我是不是正厅级？你那个漳州师范学院啊，闽南啊，那不是正厅吗？所以你那个正厅和我这个正厅跟这个正厅能比吗？人家是皇妃，知道吗？宽衣解带，沐浴熏香，好不快活终了。我跟你们闽南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妈进去打扫床单的机会都没有，你知道吗？我说惨到什么程度？你知道？你不要在这讲什么正厅级。兄弟们看到211了吗？所以你们都不懂，你那小孩考上211就是考上国立大学最差的。你不要以为211。中央直属大学没有一个不是211，所以你们很好玩，知道吗？天天讲211，我先告诉你，这就是211。211是1年进一次宫，出来的时候自行车装拿钱，知道吧？关键在哪里呢？今天局长啊，局长我都忘了问你，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我为啥要说呢？我怕伤害他，我马上要检举揭发。211里面的一半都是假的，你老兄知不知道？知道不知道？为什么呢？下面就是丫鬟级大学啊，这个丫鬟级大学里面就有一半是211。这个211就是蒙你的，但是你发现没有，所有的学校都说是国家重点建设211，结果不是。这一类211，对不起，它不是皇妃，它是丫鬟，它是长得还可以。宫里的人说我宣你进宫，爹妈受宠若惊，就开始自筹路费，5年进了一次宫，给了点回家的高铁费。我跟你们说一句话，你们千万注意哈，这个一般有点高深了，老师们局长们知道就行了。211双一流都是项目，千万不要懵了。我告诉你，这上面的大学不管取211还是双一流，它的财政拨款100%全由中央财政承担，老师的工资，学生的学费，知道不？而这一类啊，基本上1分都得不到，全是穷人的钱。那么政治地位啊，这一类大学的所有领导的名单都在北京，全国范围提拔，
这一类啊，不管你写双一流还是211，所以吹牛国家重点建设双一流和211，这个国家2个字请你拿掉，你不是国家建的，自己自欺欺人，欺负老百姓。中央也，北京有人也巴不得你们这么说。我今天告诉你，好了，孩子们 ，C9是哪酒所知道不？听说过没有？所以啊，要长点见识啊！跳舞归跳舞，唱歌归唱歌，画画但是我要胸怀天下。今天听了强哥的报告，啥都搞清楚了，是吧？回去啊，这就是 C9。您知道北大清华多少钱吗？他们4万人，每年中央财政40个亿。我是丫鬟级大学的校长书记，我5万人，我每年能得到多少补贴？1500万。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北大的校长他用不着当校长，他也不需要牛逼，他坐在那儿他就可以当。所以现在有些时候局长说哪个中学是重点中学，您告诉我到底是老师优秀还是学生？就说这句话，北大清华的校长是你们牛逼还是学生牛逼？你把全中国最牛逼的孩子给我招到那儿去，又拿了最多的钱，您说你水平高，是吧？什么水平高？你把漳州最差的学生招到你那儿去，3年以后变成最优秀的学生，你他妈就牛逼。所以你们都不知道，北大的清华校长每年40个亿，坐在那儿喝茶。我他妈5万多人，我1500万，您说谁牛逼？那当然是我牛逼。日本哪一个大学最好 ？AI 打赢还哭，是哪一个？所以中国人连这个都不知道，张口就是早稻田，早稻田在日本连前5都排不进。说了几十年，我就不知道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喜欢早稻田，你说呢？泰晤士报知道中国人喜欢排名，把北大清华排成亚洲第1，脸都不红，1块诺贝尔奖都没有。日本的东京大学已经是5块了，但是还有一个大学拿了7块了，你知道谁吗？京都大学。刚才大家看到的这段视频是中国大陆著名的网红大学校长郑强的疯狂吐槽。大家好，我是大王，我是小王。说起中国的大学教育，不得不承认一个非常残酷而现实的问题，就是马太效应在高等教育领域那体现简直达到了极致的程度。就你看清华北大这样的顶级名校啊，他们就像教育界的巨无霸一样，因为他们是顶级的，就给你更多，越是好的大学就越能招到优秀的老师和学生，然后国家的拨款也越多，名人也愿意扎堆乌泱乌泱的去这样的学校做演讲、搞合作、开展活动。总之就是好事一样没有落下，而且好事都到这些顶级的名校上面去。这种马太效应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优秀的毕业生本身就很优秀了，然后又有名校的背书以及丰富的校友资源，让他们拿到最具含金量的敲门砖，所以他们就容易进入到含金量很高的各行各业。有的呢在科研方面取得不俗的成就，有的在商业领域获得成功，进入政界更有可能得到师兄师姐们的提携帮衬，相对来说晋升可能得到更多的扶持。所以虽然考入顶级名校并不像科举时代的状元一样可以直接当官哈，但已经无疑开辟了一条金光大道。这也让更多优秀的人就往这个名校里面挤啊，进一步又提升了名校的含金量，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而且在以前哈，先不说清华北大这种等级的院校，哪怕是985、211，大家都觉得主要是要拼脑子嘛，拼智商的。但是在现在哈，就很多人都提出来，985啊，它其实是可以批量生产的。你像我们前2天也录了一期节目，就说2025年清华的招生嘛，3700人里面有将近
超过一半哈，还不是将近，超过一半都不是说按高考成绩录取的，正儿八经凭高考进去的只有1700人，剩下都是各种什么竞赛呀、强基呀，就是反正有一些可以操作的空间吧。说到这儿，我就想聊一下，之前我们生活在北京嘛，当时有一句非常著名的一个调侃，就是北京现在最大的矛盾啊，是学霸家长和学渣孩子之间的矛盾。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北京的名校太多了，很多留在北京的这些已经工作的人啊，都是当时一路厮杀上来，通过高考这根独木桥考入了985、211，然后留在北京工作。但是他们的孩子呢，并不一定完美的继承了父母的这种基因，或者说比较能够这个适应高强度的考试，反而在学习上啊，就是学习比较差的也有很多哈。所以就是说父母拿孩子们真是没办法。但是最近这几年啊，又有一种新的说法了，就是说在北京哈，985它是比较容易能够批量复制生产出来的。当然。对，当然这个容易呢是相对于其他省市来说，只是说相比较其他省份。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想考上985，我们看3个最基本的条件吧，一个是这个孩子资质不要太差，第二个是比较好的学校资源，第三就是比较好的老师资源。那首先说这个孩子资质。基本上，反正他们的父母大部分也都是说，通过985、211留在北京呢，就资质上，父母的智商肯定没问题，小孩智商呢一般也不会太差。但是能不能学得好，通过考试适应高强度的考试，那就看后面2个了，好的学校和好的老师资源。说到后2项，好的学校以及好的教育资源，就以北京海淀举例吧，这2项都已经赢麻了呀。而且海淀的父母普遍都是高知，并且对子女的教育非常的上心，也愿意去花时间去琢磨各种小升初的政策呀，各种加分的政策呀，然后家长之间还互相交流心得。这一块客观来说，就海淀的家长真的是没得说的。再说回学校吧，你说海淀的这个教学资源多么的强，这小学多么的强，这个是可能全中国的人都已经有所耳闻了。而且且不说这些清华附中啊，什么北京四中啊，就是哪怕是其他一些补习机构，这些最好的名师，你在海淀那压根都不愁找不到。客观来说，只要你的孩子资质没问题，家长又上心，然后再加上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教学资源，就基本上这孩子也不会差到哪里去，稍加再努劲哈，家长再激娃激的猛一点，就考上985、211，这个难度系数客观来说已经比其他省市要小得多了。肉眼可见的结果就是广大高知并且有清晰教育规划的家长就生出了大量资质相对来说平均水平要更好一些的孩子，然后呢又送到优质的公办学校和私立的补习机构进行高水平高教育的这种强度的学习，最终啊就批量生产出了一个个985。而且呀，海淀这些家长他奔着的还不是说普通的985、211，奔着的就是这个郑强教授说的 C9 皇贵妃级别的这9所最好的大学，中央财政拨款的。这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后果呢？就好像有点那种教育资源闭环了，在这就是一个循环，他们自己就内部消化了。但郑强教授的观点就是，这些家长拼了命把孩子送到这些985、211，但至少啊，在211里面，他觉得一半哈都是比较水的。他这个水呢，主要就是因为这些学校得到的一些国家的拨款，那个数量级啊，跟这些顶尖的名校那简直就是天差地别。所以说，他认为你拼了命把孩子送到这个211这么多的学校去，其实啊，你孩子没有得到那么多的教育资源的那个倾斜。最终呢，你会发现几十年过去了，名校真正的名校还是那些名校，也就是 top 还是那几个 top 啊。很难有后来者来进行追赶，即使放眼未来的100年，可能也不会有哪几所学校能够进入这个 top 10的行列啊。所以在高校领域，这个先发效应和马太效应，简直就说可以体现到了极致。其实这背后就体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现在高等教育的结构是否合理呢？从国际对比来看一下，这个问题就比较明显。根据相关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大学毕业生比例已经达到68%。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开始我也很吃惊，应该是把民办的也加上。对，就是因为前些年有一些大量的这个民办大学风起云涌，然后紧接着那个很多大学又在扩招，所以啊，现在这个中国这个毕业生的大学生比例已经大幅提升。咱们来看看这个西方的发达国家，比如德国哈，只有约24%的人拥有大学学位。那现在中国啊，几乎是德国的3倍。那这个数字背后反映的是什么问题呢？是中国的这个教育水平真的比德国就高了3倍吗？显然不是啊。实际上，这反映的是教育结构的一个根本性差异。德国呢，有一个非常成功的双轨制的职业教育体系，被世界称为德国的国宝级的教育体系哈。
这也是德国经济腾飞的一个秘密武器，也是德国制造业的神话的创造者。这个双轨制教育啊，就是课堂和工厂来相结合，理论和实践来进行同步，学校、企业和政府三方协力完成的一项职业教育计划。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呢，一边呢能够在职校学习理论知识，一边又能在企业接受这个技能培训。学生70%的时间在企业学习实操的技能，30%的时间在职业学校学习相关的理论知识。这样呢，学生在熟练掌握了相关技能之后，毕业之后就可以不用经过实习期就能立即上岗，而且上岗了几乎啊就是一个半熟练工。反观中国的情况，大学招的学生真的太多了，导致很多大学的经费，第一它不够充足，学生的质量其实也没有那么高嘛。很多人虽然也被称为是大学生，但是完全就没有必要浪费那4年的时间，就是学习这么基础的理论性的一些知识哈。因为最后他可能做的还是基础性的实操性的工作，这就造成了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就是大学生毕业之后，其实技能啊大部分都是从工作岗位上学的。大学4年学的东西，在实际工作中用处并不大，包括顶级院校也是如此啊。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个教育结构应该是有改善的空间，就把太多的这个资源投入到了大学的教育上，忽视了这个职业教育、这个职业技术教育。实际上，对于很多岗位来说，需要的不是大学的那些理论知识，而是扎实的技术技能。比如一个优秀的技术工人呢，他的价值和贡献其实可能不亚于一个普通的大学毕业生啊。但是我们的这个社会观念和教育体系都把这个技术工人看作是低人一等的选择。对，就感觉是普通家长还是没有办法去接受自己的孩子不上大学，哪怕就说个2本学校吧，北京工商和一个技校比，那家长肯定也是宁愿孩子上北京工商的。没错，就从就业的角度来看一看，工人和职业培训确实应该增加呀。大学招生人数客观来说应该相应的减少，这样才真正对就业有帮助。现在普遍的情况就是大学生毕业之后，你看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岗位，但市场上又缺那种高技能的这个技术工人，这种错配它不仅造成了人才浪费，也影响了经济的发展。但是也要看到事情的另一方面哈，就放宽大学的门槛，其实确实能让更多人拥有大学文凭哈，让更多的父母，就刚才你讲的，也会心安理得一些。这其实也有一些机会，就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呢。比如一个人他的能力可能是比较强的，但他高考没有考好，或者他高中啊他比较聪明，但他高中啊就是玩的比较多，那个时候他年龄小，不能控制自己。那这样呢，能够放宽了大学的门槛，让他仍旧能够上一个普通的大学，那同样呢也能拥有一个大学的学历。这样呢，可能就会拥有一个敲门砖了。那在大学，他顿悟了，就开始发愤图强了，开始努力学习了，他的能力得到了释放。那他的人生呢，就可能因为他进入了大学而有所改变。如果说他本来他的资质很好，但是呢，就因为高中贪玩，他没有上大学啊，没有这个学历，他就有可能早以后啊，在未来在投递简历的这个阶段就被淘汰了，无法进入一些相关的行业，从而呢，他可能就一生真的就被埋没掉了。这确实呢，你可以说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哈。所以一方面不希望因为这个学历门槛埋没真正有能力的人，另一方面呢，也不希望因为盲目扩张大学教育造成资源的浪费和人才的错配。就像我们前面视频中这个网红大学校长郑强的吐槽，那想象一下，如果是缩小大学的规模，比如他可能就是只有1万多人啊，那分之1500万，那不就宽松多了吗？或者说在相应的减少大学的数量，那个资金呢，那就更加会充裕一些。所以啊，这么说下来呢，可以说有利有弊。但毫无疑问，我认为最好的方式就是在一些普通的大学啊，要重视这个职业技能的培养，尤其是这个动手能力，而不仅仅是一些专业领域的一个基础知识，那都是空中楼阁。在这方面呢，可以说医学方面的这个教育啊，它肯定是做得最好的。你看医学院的学生不仅要学习大量的理论知识，更重要的就是要经过严格的这个临床实习和住院医师的规范化培训，也就是规培。他们毕业的时候呢，就不仅仅拥有这个扎实的理论基础，也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这就是为什么医学毕业生就能够比较快的适应工作岗位的原因，是吧？但是你看其他很多的行业，学校教的都是以知识为主，真正的上手的技能只是一些实习的一些补充的一些学分，没有让这些技能成为真正的专业的本事。比如那些热门的，就算学计算机的，可能他也学了各种编程语言和算法理论，但是真正做项目的能力，可能还不如一个培训班出来的人，可能还不如一个真正在一个工作岗位上工作了1年半年的那个普通学校出来的人。学机械的呢，可能背得出各种公式和原理，但是拿到机器面前，可能连最基本的实操都不会。这的确说明了这个教育体系就是理论和实践一定要紧密结合。
再来看看德国的这个双轨制教育，它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它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学校在企业里能够直接接触真实的工作环境，学到的技能都是市场所需要的，企业呢也愿意参与到这个培养过程中，因为培养出来的人就是他们需要的，可以直接上岗，而且他们在前期的这个培养阶段，其实他们付出的成本也会比较低。那再看美国的情况，美国虽然也有很高的这个大学入学率，但是他们的这个社区的学院系统非常发达。这个社区学院主要就是提供这个职业技术教育和转学教育，学制呢通常是2年，很多技术性的工作都有专门的认证体系，不一定需要4年制的大学学位，比如护理、汽车修理、电工、焊工等等，都有非常完善的这个职业认证和培训体系。这种多元化的教育体系就给了人们很多的选择，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去读4年制的大学的，也不是只有大学毕业生才有很好的前途。一个优秀的技师，他的收入可能比一个普通的大学毕业生还要高。这种多元化的价值理念和教育体系也有利于这个人尽其才，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当然了，美国和德国和中国大陆有一点不同，就是非常重视这个人工的这个价值，也就是说人工的费用一定要涨上来。这也意味着蓝领的收入并不比白领低多少，那这样呢就会让人们更愿意去从事蓝领的工作，愿意去加入这个职业的这个教育体系。我刚刚正想说这一点呢，因为我觉得在中国大陆能够像德国和美国这样，我感觉目前难度还真的是非常的大，因为主要是大陆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这就导致人工成本非常的便宜嘛。你说像国内理一个发这得多便宜，然后你看国外理一个发呢，然后在国外的话，因为它确实这个人力成本就很高，先不要说那些蓝领工人，什么电工、水泥工、瓦工，他们很多人赚的都比那个白领要赚的多了。哪怕在国外哈，你就是自己开一个理发店，做一个理发的给了，那你的收入可能都比白领要高。反正就是相比说在国外吧，他这个就是干技工这一块不仅不丢人，有的人还能生活得很好，甚至赚的比上班族赚的多了。所以我感觉在中国大陆这个确实挺难的，因为人太多了。所以说到最后感觉又说回到那个问题，就是一个经济结构的问题。如果一个国家能够持续的产生这个创新不断的创新，然后利用高附加值的产品提供给全球的话，那么人工的这个价值一定会在这个过程中得以体现。当你生产的产品主要是一些高附加值的产品，就比如像德国的工人，他们为什么可以赚的比较多因为他们生产的比如像奔驰、宝马这样的汽车产品可以行销全球，是吧？然后有比较高的附加值，所以说他们的工人能够得到比较好的一个收入和待遇。当然了，我觉得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时代，这一切可能都会又发生一次变化，就包括欧洲和美国，他们的产业工人可能就会逐渐的被机器人所替代。福耀玻璃在美国设厂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一开始，美国福耀工厂其实也雇佣了不少的产业工人，就工人这个福利待遇就且不说。后来呢，他们就发现在管理方面，跟美国的工人沟通起来和中国的工人沟通，就会存在比较大的一个差异。因为中国的工人都比较吃苦耐劳，也比较卷嘛。但美国工人呢，他们的工作效率各方面确实不如中国的产业工人。而且美国还有一个让企业主比较头疼的一个工会的这么一个制度所以当时福耀的老板就说嘛，如果美国这个福耀工厂要必须成立工会的话，那他就把这个工厂关门。后来最终的解决方案就是他把这个工厂几乎就变成了一个无人工厂，绝大部分的工序全由机器人来完成。最终他所雇佣的工人是比较少的，主要就是用来这个操控机器人的这个生产线，所以这部分工人的技术含量也是比较高的所以他们也能拿比较高的薪酬。这样呢，他们也减少了各种各样的抱怨。那么以美国的福耀工厂和特斯拉为典型例子可以说将来欧洲和美国的这些产业工人一定会遇到被机器人替代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也就意味着他们的劳动力的价值可能将来也会缩水。总之对于网红大学校长郑强的这个吐槽，我一方面非常理解，他有那么多的人，但却只能拿那么少的钱。但是如果大家换个角度去想一想，如果他的钱给他放大10倍，他不拿1500万，他拿1.5亿，你觉得有用吗？给他或者给他15亿，你说他把这些钱用在什么地方呢？能培养出真正有创新能力的大量的人才吗？我觉得可能性是非常低的，因为他这个学校所招收的生源的质量可能就决定了这些人也不可能去创造出什么诺贝尔奖。所以我认为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于说你这些所谓的丫鬟的学校拿的钱太少了，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而在于一个社会可能真的不需要那么多的
顶级高校。所以啊，像郑强这样的大学校长啊，你抱怨归抱怨，我们也理解，困难归困难，你其实更应该去理解这个社会现实和背后真实的应该有的逻辑啊。本期就讲完了，下期再见。下期再见。